你说世界很大，总有展翅的地方，那是游乐场，那里有梦想。我说世界再大，没有你在的地方，不过是寂寞，寂寞的流浪。可是一步一步走，人生还是要向前走，走啊走啊，走到哪儿了？那条回家的路已远去了，想啊想啊，想起你了，只怕不够时间看你的黑发变成白发。是谁？我是舅舅 Daddy。眼前是未来的路，脑海会想着你的话。去吧去吧，跟着心去吧。你说的轻松，我的脚步却重了。终于回家，看见你。心情很好嘛，还可以煮饭，没事啦。我爸说的对，渔场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我不能只顾自己的感受。放心吧，我会跟他一起去面对的。好香哦！当然，这是我的拿手好菜。我是说我的新衣服很香，你要不要闻闻看？啊，真的很香。你之前很臭。你以后不要再说我臭了。啊，好啊。没有想到你这个傻傻的手动包还真的很会煮。让我尝尝看。哎，你说我傻，不给你吃。很好吃哎。好了，不要吃了，我下次煮给你。这是专门煮给我爸的。你爸爸已经走了，他回去了。他说他要回家换衣服，然后再去鱼排。你怎么不早说啊？你没问我啊？哎，麻烦你帮我舀下汤，我要把这些菜打包回家，我专门煮给他的。爸，哎，今晚不是要留在渔场吗？怎么回来了？我要跟着你，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。我要去鱼排，那我跟你去。不生我的气了。这里有你最喜欢的粥，我还煮了菜脯蛋和长豆炒肉丝。如果今晚在鱼排过夜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起吃夜宵。哇，还煮东西给我吃，想赎罪了。你为了红潮的事忙碌奔波，我却只顾着为大宝小宝伤心。我是冲昏了头，才说了那些不该说的话。对不起。哎，爸，你真的打算把一些鱼搬去德光岛啊？那怎么搬呢？我现在就是要跟渔农开会，看看能不能做一个可以移动的鱼台。红潮随时有再来袭的可能。好，应该为鱼儿找一个安全的家。我一个人忙不过来，这浮动鱼台的事交给你处理，可以帮我的忙吗？当然可以。那就好。我还要找人商量，看看能不能向政府部门申请援助金，帮助那些有经济危机的渔农度过这次的难关。我跟你去，我们走吧。好。
会吧？刚买就坏掉了。哎，Hello，哎，佩芝啊，你怎么那么久才接电话啊？我按来按去都不可以接。这只手机不是按的，是轻轻从左边滑到右边就可以接听了。哦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在写借据啊，等我又有钱，我就要还给骚动包。写什么借据？是他自己要买给你的啊。不可以，我一定要还给他。你找我有事吗？我担心你啊。我很好。佩芝啊，对不起啊。怎么了？你刚才是不是听到我和大宇说的话，所以才会去渔场的？没有啦。你别怪你的大宇哥啊。其实我也巴不得那些兄弟搬出去的，可是我们实在真的没办法。你也知道啦，现在租金这么贵，不能不靠那些兄弟分担一些租金。我了解你的难处，你放心，我没有怪你。这样吧，你回来住，我不会收太高的租金的。真的没有关系，我已经跟全叔说了，他让我住在渔场的宿舍。渔场宿舍怎么适合女生住？那我阿叔会把房间留给你的，就这样说定了。喂，又来偷吃东西。哦，敢给我学猫叫！终于回家，看见你了。说，你到底是谁？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你躲在这里多久了？是不是你扮鬼吓我？我不舒服。不舒服是吗？好，那我让你舒服舒服。舒服多了吧？我告诉你，我的心里更不舒服。敢扮鬼吓我？我是在家乡听鬼故事长大的，你吓不了我。我真的不舒服。你不要给我装死，你快说，你到底是谁？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要上厕所。想要趁机溜走，没有这么简单。你是不是来偷东西的？你的嘴还真硬。原来是你。喂，人生还是要向前走。哎，走啊，走到哪儿了？这么烫啊？原来他真的病了，会不会病死啊？想啊想啊，想起你了，只怕。
时间看你的黑发变成白。衣服这么湿，会不会病得更严重？怎么办？你说世界很大，总有展翅的地方，那是游乐场，那里有梦想。我说世界再大，没有你在的你没事吧？不过是记忆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是真的病了。你怎么会这样呢？你还好吗？对不起，我没什么恶意，我只是无家可归，我身上有恶有病，能不能让我在这里过一夜？你不可以住在这里。想啊想啊，想起你了，只怕不够时间看你的黑发变成白你小心一点。眼前是未来的路，脑海会想着你的话。去吧去吧，跟着心去吧。你说的轻松，我的脚步始终没事。终于回家，看见你了，却发现梦想不能挽回时间，最好的错过了。有一点烫，你忍着点。你在做什么？在我们的家乡，如果身体烧得很厉害，用这个方法搓揉身体还有头，体温会下降的比较快。来，有这么多一粒粒的刺，你的身体真的很烫。这个不能吃，这粒蛋已经吸收你身体的热气，吃了你会病得更严重。我买了药，要吃点东西才可以吃药。我煮了一点粥，你先吃一点吧。我自己来。你病得这么严重，还是我喂你吧。佩芝，佩芝，佩芝，等一下，在哪里啊？先别动。佩芝，你在不在里面？佩芝，佩芝，你怎么闯进来了？看到你没事我就放心了。我一回来就看到外面的地上湿湿的，厨房也很乱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我刚刚也是有听到一些古怪的声音，我出去看没什么啊。还好爸叫我回来。
你没事吧？我累了，你先出去吧。好啊，你累你就睡吧，我怕贼还会回来，今晚留下来保护你。你坐在这里，我睡不着。那你睡吧，我坐门口。那还不是一样？我真的很累，我真的也不需要你陪，你走吧。那我走了。对了，你怎么了？我就在隔壁，要是发生什么事情的话，你大声喊，我一听到声音就会马上飞回来。知道了，晚安。晚安。谢谢。大宝，小宝，是佩芝救了你们。他人这么好，你们一定也跟我一样，很喜欢他，对不对？这个给你。谢谢你，好心有好报，谢谢你。婆婆真的很可怜。你也很可怜，你把钱都给他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我哪里可怜？我有手有脚，不会饿死的。大宝、小宝，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。我决定了，我要追佩芝。终于回家，看见你了。老板，外卖手头啊，你们手头放在哪里啊？在哪里？在那里。哎，铁链呢？在那个梯子的下面。好了，你惹我了，我给你好看。老板，收钱啊！哭有什么用？啊？为什么要偷东西？说，说不说？不说，我再打你！爸，不要打妹妹！不关你的事，走开！你不走开是吗？不走开，我打你啊！爸，不打哥哥，要打就打我吧。爸，不要打妹妹！这个，快跑！走开！这个，快跑！哎，石老三，你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你眼睛瞎的？我把你锁在屋子里面了。喂，你开门啊！开门啊！你不仁，我就不义啊！你以为你换了锁头不让我进去，我就怕你，我就没有办法整你？你再不开，我就报警了啊！我就是要你报警！你害我在楼下睡了3天3夜，我是要给房租的嘞！你这个家伙，我把房间便宜的租给你，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难相处，动不动就发脾气，还乱摔东西，啊，还把我的衣服拿去丢掉。哼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丢的？喂，敢做就敢当呗！
不是你丢是谁丢啊？好呗，好呗，就算是我丢的，你要怎么样呗？开门！给我！给我！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我跟他学的啊，他把我锁在外面，我就把他锁在里面。哎，你叫他来，我怕你啊？不是谁怕谁的问题。那我来做个公道吧，你们一人让一步，你把锁头给开了，你把新钥匙给他好不好？快点开啊！难道你想一直睡在楼下吗？好吧，好吧，今天我就给你面子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你再换锁头的话，我就把你锁在房子里面，把你烧死、烧死、烧死。喂，干什么？喂，什么啊你？喂，我不要把房间租给你了。你耍我啊？都是你，说什么一人让一步？现在好了，我被那个死伯大赶出来了。其实你搬出来也是好的，你们两个的脾气这么坏，整天吵吵闹闹也不是办法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他做初一，我做15。算了，不要再闹事了，大火山。什么算了？拜托你，不要多管闲事。不是我要管你们的事，是他老是打电话催我，我才过来看看啊。他叫你去死，你就去死啊！哼，你看啊，现在无家可归了，名声又这么臭，谁肯租房子给我？好了，我再帮你想办法，帮你找个房间。不用找啊，你家里不是有空房吗？你要住在我家，不行啊。为什么不行？你不是一个人住吗？我一个人住是我自己的事啊，我并没有打算要租房间给人啊。来，你帮我挡一下，拿一下。干嘛？挡一下，我肚子痛。你不是要在这里解决吧？那有什么办法？这里没有咖啡店，哪里有厕所？哎呦，算了，我怕了你了，上去我家的厕所了。哦，快点！哇，舒服多了。天气热，喝多点水，喝完再走吧。你儿子啊？是啊，这个大的是律师，这个小的是导演。哇，律师导演，真的是你儿子吗？当然是真的，还有假的吗？从来没有看过他们来看你。他们很忙的，年轻人打拼事业，难道要我这个老太婆整天缠着他们吗？其实我以为你没有结婚，吃饱没有事情做，太空闲，整天跑去当义工。孩子们都大了嘛，没事做，不是找点事情来打发时间哦。你呢？有没有孩子啊？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。啊，对了，今天是我的小儿子生日，我准备做火锅，他们回来吃饭，我现在要去买菜。好，一起去。你的东西不拿？哦，暂时放在你这里啊。我等一下要去医院复诊，大包小包我怎么拿？你不是说去买东西？那快点走咯。来，两位请慢用。来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拜拜，下次再来啊。哇，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？不舒服啦。不舒服去看医生啦。你来这边干什么？我刚好经过啊。为什么你一个人？你的女神呢？有事出去啦。反正有她没她也是一样，有她在，她也只是白眉。Hello， 金恩做工做到一半，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，医生交代也没有就跑掉，你就别介绍给我。Sorry， 啊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会讲他的，拜拜。你介绍的这份工作根本都不适合我。那你告诉我，你适合什么工作？
可是你介绍的这些工作根本是在委屈我吗？你看我的姿色，我可以做模特嘞。模特啊？要淑女，我可以淑女；要活泼，我可以活泼；要天真可爱，我也 OK。所以如果我做模特，一定可以做模特 queen 啊！好，我会让你如愿以偿的。穿上这个，如果可以过关的话，我就让你当 model queen 啊！来。送去3号台。哈？要我捧菜啊？哎，我是正式聘请你做part time，你不捧菜你要做什么？你刚才不是说要我做模特 queen 的吗？你这样穿也是很像模特吗？而且是可爱型的嘞。阿斌哥，你就让我做避风港的模特啦，我替你打广告，平面广告 OK， 电视广告更好。我相信我一定可以招到很多 customer 来避风港的。不好，去捧菜。意思啊？你呀，这个人爱偷东西，做工又不负责任，已经没有人敢聘请你了。我是好心收留你呀，你还嫌东嫌西的，你就将就点吧。算了啦，我就当这里是练习场，学走 catwalk， 说不定有一天我可以走在真正的伸展台。终于回家，看见你了。终于回家，看见你了。 Mrs. Boss， 你觉得那小男孩可爱吗？他是谁呀？几岁了？他是我同乡的孩子，已经6岁了。他叫陶win陶 win， 快叫阿姨。阿姨。去玩吧。OK。小心点啊。OK。他很乖哦。是啊，也很可怜。他从小就有哮喘病，经常进出医院的。他妈妈最近又不小心怀了第2胎，经常来红啊，身体很虚弱。医生说好好休息，好好养胎，要不然胎儿会保不住的。这样他妈妈现在在医院养胎吗？怎么可能啊？这里医药费这么贵。他妈妈打算回家乡养胎。可是胎儿已经不稳定，他还这样奔波，对胎儿不好的。没办法啊，有很多外地来的，因为赚的钱不够多，付不了这里医药费。怀孕之后呢，就回家乡生孩子的。啊，我还听过有一些生了孩子就把孩子留给家乡的人照顾，骨肉分离，很心酸的。为了生活没办法。陶win的妈妈过几天就要回泰国了，她都自身难保了，怎么带陶win回去呢？那他把他留在这里，他还这么小，怎么可以啊？他打算把陶win送给人领养。人家要有孩子，就好像这么容易，而我努力了这么久，却没有结果。你可以领养一个啊。你要我领养他？他妈妈跟我说的时候，我第一个人想到就是你和 Boss， 因为你们都很喜欢小孩子，又有能力照顾孩子。可是这么大的事，我必须先问过伟斌。Boss 这么疼你，只要你愿意，他一定不会反对的。陶win已经6岁了，已经省下6年的奶粉钱和尿布钱了。陶win过来。阿姨家有很大的 playground， 还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，你想不想去啊？要。真可爱。别想太多了，先带他回去吧，你不会后悔的。
喂，奥斯卡，你要到了没有？妈，我还在拍戏。还在拍啊？拍到几点？schedule 换了，今晚会拍到很晚，我不能来了。我煮了你喜欢吃的猪脚面线，还准备了火锅哎。哎呦，真可惜吃不到。妈，我要开工了，拜。你好，我儿子是这里导演，今天他生日，我带了一些食物来给他吃，能不能让我进去啊？哦，你不能进去，你还是联络他，叫他出来拿吧。大家准备好，要拍了。妈，什么事？我带了一些猪脚面线，还有红鸡蛋给你吃，你快出来拿吧。你在哪里？电视台的接待处啊。我这几天出外景，不在公司。不在公司啊？为什么不说一声就跑来呢？我想给你一个惊喜嘛。啊，你在哪里拍戏啊？妈，我在拍最后几个 shot， 等下就要换 location， 你还是回家吧，改天我再来找你。喂，你跑去哪里？我等到快睡着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忘了你要回来拿东西了。哎，快进去，快进去。哎呀，车回来应该跟我讲一声啦。你不是说孩子要回来吃饭，怎么又跑出去了？他要拍戏，不回来了。啊？有没有搞错？不回来应该跟你讲一声，害你白忙一场。没关系啦，那些料都还没煮的，可以留了。什么来的？猪脚面线哦。哎呦，我很多年没有吃了。哦，你想吃啊？来，吃吧。真的？那我不客气哦。那，这是猪脚来的。哇，哇，很香。是吗？哇，妍姐，你煮的猪脚很好吃哎。好吃的话，里面还有哎。那就全部拿出来吃哦。你吃得完吗？哎呀，我知道你还没有吃，大家一起吃来。妍姐，顺便泡一杯茶给我。哦。大火山，你的茶泡好了。大火山，大火山，你醒醒啊！你泡咖啡还真的不错啊。那是当然的啊，都跟你说过了，我学什么都有天分的。好，我现在教你拉花。啊，这个奶一定要一面摇一面倒啊。哇，这么厉害呀！好，到你了，试试看。你看还不错吧？真的，你拉花和泡咖啡真的还不错啊。都跟你说了，天才，相信了吧？我记得你以前读书真的蛮厉害的，还参加过演讲比赛，而且得过奖呢。原来你还记得啊？我小时候美术超厉害的，唉，以前还想要当画家呢。我记得你说过。唉，怎么知道我老爸肤浅，不要支持我画画，一直叫我读书读书读书，我就跟他斗气喽，不要读书，偷东西，生孩子，最后搞到父女的感情破碎了。你爸爸发脾气的时候还真的蛮可怕的，以前住你家隔壁，常常都会听到他打人骂人呐，有几次我还想打电话报警呢。不要再提他了，提到他晚上又要做噩梦了。Hello baby 啊，达玲，你快点关店回家。现在要关店了？我有开心的事想跟你分享。可以晚一点再说嘛。现在马上回来。现在啊？哦，好吧，拜拜。我 baby 要我关店回家。什么事这么急？他说有话要跟我讲。那很好啊，早一点关店，我可以去做我的生意，卖我的千灵糕。好啦好啦，记得不要骗老人家。是愿者上钩，我的货没有问题，只是比外面贵了一点点。
我陪老人聊天，逗他们开心，货贵一点点，他们也会跟我买的。好了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是在做善事，这里给我收拾干净，快点啊 OK。看见你了，终于回家，看见你了。baby，我回来了。嗯，有什么事啊？你看，这是什么？你别告诉我你有啦！是有了，而且是个小王子。小王子？你怎么知道你怀的是个男的啊？快点去煮一点东西来招呼我们的小王子。煮什么啊？哦，对了，应该先带你去看看他。看他？嗯。是啊，啊。这小孩是谁呀？怎么在我们家的？他叫陶云，今年6岁。女朋友的孩子啊？邻居的孩子？他是你和我们的孩子。baby， 发生什么事啊？只要你愿意的话，他马上就可以把我们叫爸爸妈妈。这种不可以开玩笑的。其实他是阿香好姐妹的孩子，她妈妈怀孕的时候出了一些状况，没有办法照顾她，只好把她送走。所以你就把他带回家领养？我是有这个打算，现在就看你肯不肯答应了。领养孩子是一辈子的责任啊！我知道啊，所以就先把他带回家给你看一看呢。我说过，我不要领养孩子的。你都还没有试过，你怎么知道你自己不能接受领养的孩子啊？导演很乖巧的，你一定会喜欢他的。大林，给自己一个机会，也给陶云，给我一个机会好吗 ？baby， 一向来你要什么，我全都可以依你。可是这一次真的不行了，我没有办法把别人的孩子当成是自己的孩子。领养了他就是我们的孩子了吗？将来他长大后也会把我们当亲生父母一样孝顺的。没错，可是别人的孩子始终是别人的孩子啊！一定要是自己生的才算是自己的孩子吗？你就不能试着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看待吗？哎，你去哪里啊？煎牛排了。耶！哇，做得好细致哦。当然了。哎，baby啊，温度18对孩子是不是不好啊？我调高点，22好不好？啊？你不是很怕热的咯？22度你可以吗？我 OK， 只要他叫什么名？陶云。只要陶云 OK， 我就 OK 的。大林啊，你是不是开始对陶云产生好感？过门都是客人，他是客人，我对他嘘寒问暖也是应该的。你是不是不好意思承认，真的想做个好爸爸？我真的当他只是个客人。话别说得太快，接触后再说。我去叫他吃饭。好。陶云，晚餐准备好，可以吃了。哎，陶云，怎么回事？陶云好像不在房里。陶云，什么事啊？我要回家，我要妈妈。哇，第一次做就做得这么好，跟你妈咪一样是天才。你还有安嘎去教哎，没有人教，比你更厉害。我做一个更美的给你看。
不用，重点不在咖啡，重点在这里。啊？为什么倒酒在咖啡里面？这样那些昂哥喝了咖啡就会昏昏沉沉，什么都听你妈咪的话。要是喝醉的是你啊，那是不是你什么都要听人家的？不要乱讲话，你很希望你妈咪被人家灌醉啊？这些老昂哥很喜欢跟美女搭讪，因为这样才可以显得他们还有男人的魅力，可以吸引像你们这样漂亮的女人吗？今天难得可以在这里推销产品，如果可以卖完的话，我就可以带你去泰国吃鱼翅。你是带我去泰国，还是泰国餐厅？你赶快走啦！那些昂哥要来了，他们不知道我有小孩，如果知道的话，就会破坏他们对我的幻想。快走！我都在厨房保护你。笑死人！我又不是小白兔。这些寂寞的老人只是要找人家聊天，又不是大色狼。快点走，不要破坏我做生意！快！好，昂哥，你要到了吗？我可以带多几个人来吗？当然可以，越多越好，有买有送。如果你介绍新的人，还会送赠品，所以昂哥带多一点人 ，OK？ 我约了很多人了，很快就到。太好了，赶快啊 ，OK？ 这么快，欢迎，宝哥。痛！货交出来！很痛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话。还给我装傻！我不知道很痛，放手！这里不是我的店，你不要乱来这种东西。为什么偷我的东西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控制不了我的手。控制不了啊？你叫我偷东西什么？没有了手，就永远不会再偷了。不要！走到哪了？那条回家